我们按照某种神秘的顺序，从40个欧洲国家里选出10道题，一起来看看欧洲的首都城市，你知道几个？第一题很简单，我们从德国开始。德国的首都是 A. 柏林 B. 波恩。答案是 A. 柏林。1949年，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，波恩成为了西德的首都，而柏林成为东德的首都。90年德国统一时，人们还在波恩和柏林之间纠结，最终只能通过票选来决定德国的首都。怀念昔日荣光的老议员们支持古老的柏林，而年轻议员则支持经济更好、人口更密集的波恩。结果，老人们以几票之差险胜，而柏林作为新德国的首都，也才有30多年的历史。下一题有点难，我们把3个国家放在一起：英国、法国和意大利，他们的首都分别是伦敦、巴黎和罗马。这个难不倒你。那么你知道这3座首都城市哪一座举办过3届夏季奥运会吗？答案是伦敦。不过巴黎也将马上追平这一记录，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伦敦和巴黎。下一题，通常政府的所在地就是国家的首都，但荷兰是个例外。尽管阿姆斯特丹是最大的城市以及名义上的首都，不过政府的会议中心以及外国大使馆都不在阿姆斯特丹，而是在 A. 鹿特丹 B. 海牙。答案是 B. 海牙。海牙还是全欧洲国际组织最多的城市，仅次于瑞士的日内瓦。而说到瑞士，你觉得它的首都应该是苏黎世还是日内瓦？虽然并没有法律规定，但事实上瑞士的首都是伯尔尼。是不是被带跑偏了？没关系，继续。下一个国家土耳其。土耳其最大和最著名的城市是伊斯坦布尔，位于土耳其西北部，地理位置相当好。它横跨博斯普鲁斯海湾，这是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唯一通道，既是防御外敌的战略要塞，也是天然的过路收费站。发展至今，伊斯坦布尔已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巨型城市。那么，它是土耳其的首都吗？ A 是 B 不是。恭喜你答对了吧？土耳其的首都并不是伊斯坦布尔，而是这座内陆的城市，以安哥拉猫命名的安卡拉。总统府就位于阿塔图尔克动物园里。接下来我们从动物园回到中欧，请问你有没有听说过曾经是一个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？没有？好吧，那你现在听说了。1992年以前，这是一个国家。后来由于冷战结束，东欧剧变，国家和平的分裂成捷克和斯洛伐克。突然问题来了，捷克的首都是大名鼎鼎的布拉格，相信你是知道的。那么被称为斯拉夫人土地的斯洛伐克首都是哪个呢？ A. 科西策 B. 布拉迪斯拉发。答案是 B。捷克和斯洛伐克盛产网球冠军，比如出生于科西策的辛吉斯，创下了最年轻的大满贯冠军，还有更早的女网传奇，出生于布拉格的纳夫拉蒂诺娃，连续7年排名世界第一。接下来的国家，有钱的卢森堡。卢森堡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，与德国、比利时和法国接壤，长度82公里，宽度只有57公里，比深圳略大一点点。小国家非常有钱，2024年被 IMF 列为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。他们早期靠钢铁业起家，后来发展银行和旅游业，依靠优惠的税收，也让卢森堡成为欧洲的避税天堂。卢森堡的首都和国家同名，所以下面说的都是首都卢森堡了。那么问题又猝不及防地出现了。欧盟27国可以简单理解是一种独特的联盟国家，总人口约4.5亿，有4座城市作为欧盟4个机构所在地，卢森堡是其中之一。以下城市中有1座是错误的，你能把它找出来吗？ A. 比利时布鲁塞尔 B. 德国法兰克福 C. 法国斯特拉斯堡 D. 瑞士巴塞尔。请注意，瑞士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，虽然它已经被欧盟团包围了，所以答案是 D. 瑞士巴塞尔。
接下来我们去一个既热门又有点冷门的地区——波罗的海三国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3个有钱的小国家。按照经济排名，分别是立陶宛、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。怎么样？你对于老大哥身边的这3个国家有多少了解？简单来说，90年苏联快解体时，立陶宛成为了第一个脱离苏联控制的加盟共和国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紧随其后。现在的这3个国家爱好和平、重视教育，也都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。那么答题开始，立陶宛的首都是维尔纽斯，爱沙尼亚的首都是塔林，拉脱维亚的首都是里加。A 正确的， B 错的。答案是 A，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下一个是名字最冷的国家——冰岛。好消息是，冰岛的夏天没有蚊子，因为蚊子无法在冰岛活下来。坏消息是，冰岛再往北就到了北极圈，连人类都很难在那里活下来了。当然，爱凉快又不太喜欢晒太阳的人一定喜欢这里。冰岛还有个很冷的知识，这里不仅没有蚊子，也没有麦当劳，没有星巴克，甚至连军队都没有。因为冰岛上次破产之后，麦当劳和星巴克就先撤了，但是肯德基还在的。冰岛政府在90年以前还会奇怪的禁止喝啤酒和看电视，尤其是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电视。冰岛这个北欧小国的首都最初是由英美在2战后帮助建立起来的，当时外国士兵的人数与当地人口差不多。那么它的首都是雷克雅未克。一不小心公布答案了，因为岛上确实也找不到更大的城市了。1/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首都，全国30万人讲的是冰岛语，可以说小语种中的小语种了。到了最后2个国家，难度很高，做好准备。阿尔巴尼亚好像是一个存在感不太强的国家，即使它的位置很好，南边紧邻希腊，隔着亚得里亚海，跟意大利的南方遥遥相望。那么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是 A 蒂拉纳还是 B 杜拉斯？答案是 A 蒂拉纳。说到这个存在感不强的小国，其实在60年代初，它和中国之间有一段存在感很强、同志加兄弟般的特殊感情。当时的阿尔巴尼亚非常依赖中国，常跑来要钱、要物资、要支援。比如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水泥，无私的援助给阿，可是他们竟然用来建烈士墓地，一下就盖了1万多座纪念碑。由于苏联专家撤退，当时的中国也非常困难，一直到70年代末，尽管阿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，但咱们确实也扛不住了。慢慢的，这段中阿的恋情才开始降温。看来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。好了，最后一个国家，你听说过它，但又不确定到底有没有真的听说过，因为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。这就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，位于地中海正中心的马提他。等等，发现了没？这也是80%都会看错名字的国家。正确的是马耳他。国家很迷你，在欧洲这个版图里，不仔细看真容易忽略。当然，就算仔细看，你也不一定能找得到。放大，放大，再放大一点。而它的首都更加迷你，虽然位于位置最好的半岛上，但其长度才900米，宽度只有621米。如果不说清楚，你可能以为这就是个公园。这座公园就是马耳他的首都。那么，你知道它的首都叫什么吗？答案是瓦莱塔。它还是欧洲最南端的首都，拥有丰富而迷人的历史。瓦莱塔也是世界上历史遗迹最集中的地区之一，有320处古迹位于这里，被称为欧洲的露天博物馆。好了，这些欧洲国家的首都，你到底都猜对了几座呢？每次我看评论，你们都说太简单，太容易猜到了，实在不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呢，还是真的呢？最后再回答一下开始的问题，这些国家是按照最新的经济总量来排序的。那么，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下。有你们的支持，就是我们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啦。